史班长，我说过了，让我一个人待会儿。现在就降我的职，早了点吧？为什么不睡觉？睡不着。我也觉得自己问这个问题是废话。您这会儿来，不是来找我聊家常的吧？是有任务吗？我一直在想，这个任务是不是要交给别人？瞅你现在这失魂落魄的样子，我都觉得你快废了。你又不是不了解我，感情充沛，绝不耽误正事儿。尤其是在现在这个时候，在我最空虚寂寞的时候，您给我一个上刀山下火海的极难险重任务，我保证满血复活。哈，还一套一套的啊，真能忽悠！我都差点被你忽悠瘸了。你那拐呢？打算卖给我是吧？拐倒是没有，只有瓶水，您拿着。说那么多话，累了吧？来，歇会儿。您快说吧，什么任务啊？你少跟我灌这迷魂汤啊！你这点心思，我还是知道的。想要这任务？想，特别想。跟榴莲有关系吧？啊，是不是？您倒是说句话啊！别跟我卖关子了。真不是。看来你不适合继续执行任务，再休息休息吧。杨叔，别，我求你了，别闹！您赶紧给我个任务吧，我真不能这么熬下去了。您给我任务，我保证完成。瞧你这熊样子，还好意思说去执行什么极难险重的任务？我给了你足够的时间，让你自己调整过来。可你一点都没有调整的意思，一天到晚魂不守舍的。你都30多了，你都是少校了，你还带着国家级的反恐突击队，那么多的兄弟姐妹，那么多的领导上级信任你、器重你，可你呢？你在干什么？你觉得你对得起他们吗？对得起这是迷彩吗？同志们在期待着你呀！你心里有这份期待吗？想要任务，早干嘛去了？我给的时间还不够长吗？参谋长同志，您教训的是，都是我错了。这样，您把这任务交给我，我保证完成。口号，我比你会喊。我在部队几10年了，见过会说漂亮话的多了去了，不差你一个。你油腔滑调，你目无上级，我都能忍。我不能忍的是你干不了正经事儿。你现在心里越来越没数了，我都看不出来你哪一点还像一个革命军人。参谋长同志，我是革命军人。你的入伍誓词呢？还记得吗？记得，我背给您听。不是背给我，是背给警卫。我是中国人民武装警察，我宣誓，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，服从命令，严守纪律，忠于职守，努力工作，苦练军事本领，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。无论在任何情况下，绝无背叛祖国，叛离武警部队。少校刘闯同志，到。你准备好了？时刻准备着。这次的任务是高度保密的，目前只能传达给你，你跟谁都不能说。不能说，还没到他们知道的时候，执行面越小越好。这不是不信任他们，是K头太狡猾，有一点的不对劲，他们都可能缩回窝里去。
诱敌的关键核心就是谢敏，也就是说，沈长城同志要承担关键性的谢敏的贴身保护和卧底侦查任务。你先别着急说话，想把虎鲸引进来，这是他唯一的软肋。我们再没有这样的机会了。我知道你的担心和忧虑，但是他和你一样，是一名武警战士。在这个关键的节点上，他比你合适。你自己心里也清楚，谢敏如果是无辜的，他不会信任你，他只信任一个人，那就是沈长城。那如果他不是无辜的，这是事先预谋好的，沈长城可就危险了。这是一个险，但我们必须要冒这个险。喂，好，我知道了。谢敏和虎鲸联系了，刘长同志，行动必须开始了。是。